在为期3天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中，东部战区陆军的远程火箭炮系统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。外界注意到，该型远程火箭炮就是最早在2019年的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上亮相的 PHL-191型远程火箭炮。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爆发以来，美军海马斯火箭炮系统名声大噪。有观点指，解放军的 PHL-191型远程火箭炮相比海马斯毫不逊色，甚至略胜一筹。央视画面显示，东部陆军的这支火箭炮连展示了随时部署、随时展开、随时发射的能力。分析认为，这表明虽然只是连一级单位，却具有强大的侦察、定位、情报获取和处理，以及毁伤评估的全方位火力支援能力。从已知的未来战场评估来看，这对部队信息化、合成化和协同化要求极高，也从侧面证明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已经有了飞跃式发展。在整体设计上 ，PHL-191选择了通用化程度更高的轮式发射平台，可通过吊装储运、发射一体化模块，实现多弹种共架发射，提高战术灵活性和勤务性。同时，信息化和自动化也得到进一步加强，每辆发射车都装备了北斗定位系统、车载火控计算机和数据链终端，高度自动化实现了一键调换、一键开炮，与美军的海马斯相当。此外 ，PHL-191可以装填的火箭弹选择也很丰富。目前普遍认为 ，PHL-191可发射火龙全系列远程火箭弹，包括130千米射程的火龙140型300毫米火箭弹，射程220千米和280千米的火龙220和火龙280型370毫米火箭弹。这些火箭弹均为外贸型，射程有一定削减。我军自用型射程上涨50%也有可能。火龙系列均采用惯导北斗卫星进行简易制导，原概率误差小于30米。战斗部位预制破片型，也可以换装钻地、末敏等特种战斗部。而末敏弹是一种能够在弹道末端探测出目标的存在，并使战斗部朝着目标方向爆炸的现代弹药，主要用于自主攻击装甲车辆的顶装甲，被称为坦克杀手。据称，中国在相关技术方面已达世界一流水平。分析指，远程火箭炮在炮兵打击效果的角度来看，可承担战役性质的压制任务，比如压制对方的机场。毕竟以台湾本岛的东西宽度，这点战役纵深理论上完全可以用远程火箭炮压制。且相比使用航空兵或火箭军压制机场，使用远程火箭炮对机场的压制其火力链条更短，压制持续时间更长，打击性价比也更高。而我们的箱式火箭炮呢，整体技战术性能目前是属于世界最前列的，因为呢它也是采用模块化设计，但是呢它比美国的海马斯在模块化设计上要更好。那么像在射程方面呢，我们的箱式火箭炮呢也是目前世界上最远的，即便是300毫米的模块，那发射的距离啊，就是打普通的火箭弹也可以达到呢90公里以上。那么在制导火箭弹的话，可以达到150公里以上，这远远超过美国的海马斯。在口径上，我们又占有明显的优势。而在央视发布的联合利剑演习全纪录视频中，更可以看到解放军多型主力武器装备亮相。东风系列导弹、各型歼击机、轰炸机、预警机、各型驱逐舰、护卫舰。其中，山东舰航母编队的首次加入演训，更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。这也被外界认为是检验山东舰战斗力形成的最终考核。日本方面持续追踪山东舰。根据日本防卫省消息，4月7号到9号期间，日本海上自卫队负责跟踪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，共观测到山东舰航母实施了约120架次起降任务，等于日军出动40个架次。其中歼15型战斗机起降超过80架次，舰载直升机等起降约40架次。山东舰此次的出动数据已经超过了去年5月份辽宁舰在西太平洋的出动数据。考虑到辽宁舰加入中国海军已经有10年，而山东舰则刚刚形成战斗力，这更凸显出山东舰能力已经相当出色。相比中国海军之前的辽宁舰，在设计性能和实战能力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
2019年年底，山东舰加入中国海军战斗序列后，先后完成了装备和兵力整备，完成了航母各专业的兵力编制和编程，同步开展航母航海和航空两大专业的训练。到今年3月份，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就在军事报道中专门提到，山东舰已经完成了既定作战能力目标，取得了实施战备训练的通行证。这也意味着山东舰的航海和航空两大部门训练和合练已经完成。山东舰首次被日方观测确认在太平洋上航行是在今年4月初。4月5号，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，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现中国航母山东舰等3艘中国海军舰艇在波照间岛以南约300公里处向东航行。相关信息也被英国路透社捕捉。报道指，由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组成的航母编队5号穿越巴士海峡，经过台湾东南海域，展开首次西太平洋训练。外界认为，这意味着山东舰已经形成战斗力。就在3天后，4月8号至10号，山东舰首次参加环岛战备警巡，速度之快令外界震惊。